叶寒哥哥，你怎么能带她来寿宴呢？她身为楚王妃，与本王一同赴宴，有何不妥？可是她前些天才拿刀刺伤了月溪，月溪差点性命不保。你怎么能带一个品行如此恶毒的女人来赴宴？出了麻烦可怎么办？她品行如何，本王心里清楚，无需林姑娘知会。叶寒哥哥，月溪做错了什么吗？你为什么这么跟月溪说话？本王的王妃不希望别人来给她泼脏水。神经！他今天是吃错药了吧？宴会要开始了，进去吧。萧雨涵，你就是京城第一才女啊！可明明论容貌、论才气，我们家若若都比你强多了呀！你这名头，怕不会是花钱买来的吧？承蒙皇兄皇嫂好意，在宫内设宴，臣弟不胜荣幸啊！快快免礼，今日是你寿宴，咱们只论兄弟，不论君臣。弟妹身怀有孕，王府即将添丁，当真是可喜可贺啊！多谢皇嫂。哎，祝皇帝寿福安康，天子天福。寿福安康，天子天福。浅酌微饮，意已酣，既有美酒，怎可无诗？素闻月溪才华名动京城，不如就作上一首，让我等开开眼界，如何？皇帝，你这消息可不太灵通啊！现如今论起诗才，楚王妃称第二，整个京城啊，没人敢称第一。哦，竟有此事？难道楚王妃才是京城第一才女？姐姐才华横溢，妹妹自愧不如，还是由姐姐来做吧。七夕家宴上，姐姐所作之诗词，首首妙绝，想必今天也不遑多让。今日是宁皇叔寿辰，楚王妃若是做不出上次那般好的诗句，那便是有意服了宁皇叔的颜面了。没错，宁皇叔可是皇上最看重的人，你要是不给宁皇叔面子，那就是不给皇上面子。好啊，那既然这样，咱们打个赌。我要是做出来了，你们三个一人输给我1000两；我要是做不出来，我输给你们2000两。敢不敢赌？区区1000两银子，有何不敢？你尽管做来。我也押1000两，我赌你做不出。林妹妹，这件事情是由你挑起的，你要是不参与一下子，那可真是不够尽兴啊！姐姐有此兴致，妹妹也不能服了姐姐的面子。千金易求，好诗难得，楚王妃切莫逞一时意气，尽力即可。母后，您放心，晨曦自有分寸。若若，你放心做，输了也没有关系，不管多少银子，本世子替你出了。楚王府不缺钱财，王妃的赌约自有本王接下。父皇，您最善看诗，不如就由您来替晨曦评阅优劣。好啊，不过如此比试方式，该以何为题呢？比试方式，不如这样，我们不设题目，只论质量的优劣。如果我做的不如七夕家宴上，那就算我输，
但如果我做的不比上次差，那就算我赢。父皇，您意下如何？甚好，你且坐来。我就不信你次次都能做出千古绝句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好诗啊，确实是好诗语言清新质朴，无刻意雕琢之意，却别有一番道理在其中。尤其是后两句，更是可以做醒世名言呐！妙极！楚王妃随手一作，便是如此好诗，真是令本王刮目相看呐。父皇，这一首比起上次来，质量如何呀？当然是各有千秋，都是难得的好诗啊。怎么样？掏钱吧。这点小钱罢了，岳西的和丹砂的，本王一并出了。哎，别着急啊，还没完呢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9天。好诗，好诗，好诗啊！好，完全不输上一首啊！别急，我还有呢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。与尔同销万古愁。好诗，好诗，好诗，好诗啊！好诗，好诗！士官，多少首了？不多不少，正好100首了。我要你们3个，一人10万两白银，刚好30万两，足够了。啊，这么多钱，把我全部嫁妆拿上也不顾赔的。若是我母亲知道了，肯定会打死我的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做出这么多首诗？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好孩子，你真让朕大开眼界。此等好诗，平日里1首也难求啊！今日竟一口气得了100首，有楚王妃这等大才，实乃我大奉之幸啊！父皇，宁皇叔，过奖了。其实我今日所作之诗，全部都是为了宁皇婶。此话怎讲？我听闻宁皇婶宅心仁厚，在各地都办了学堂，收留那些孤寡儿童。我想将今天挣来的30万两白银，全部都捐给学堂，以尽我的绵薄之力。楚王妃不仅胸有大才，你看，还心怀大爱，真不愧是皇室后辈之楷模呀！好，传令下去，命史官速速记载，不得有半分疏漏。林淑琴，你给我等着！宁皇婶，您胎相平稳，只不过脉搏偏弱了一些。您平常是否感觉到头晕乏力、胸闷出汗？
确实如此。那就是了。这女子孕育胎儿本来就是一件辛苦的事情，再加上你年岁稍高，身子重了一些，这些也属于正常的。妾身与王爷成亲数十年，这好不容易才盼来这胎，再辛苦也甘之如饴。那宁皇婶，您稍坐一下，我去给您开一些安胎调理的方子。那就有劳了，不客气。救我！救我！宁皇婶，宁皇婶，子宫破裂，需要马上手术。林若姐，你竟然敢害宁王妃性命！来人，快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云朗，云朗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他把宁皇婶推下台阶，可怜宁皇婶还怀着身子，受此重创，只怕要一尸两命了。林月汐，皇叔，皇叔，事情究竟如何还无法下定论。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救人要紧。太医，沈太医，快，沈太医！不是我推宁皇婶下去的。我相信你。宁皇婶情况危险，我必须马上对她进行手术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你要是相信我，就在外面帮我把门守好，不能让任何人进来。你放心，本王一定替你守住。快跟上，快！云朗，云朗，太医来了！皇叔，你坚持住！父亲此刻在房中为皇婶治疗，您不能进去。这个混账！他是害了云朗的凶手，你怎么能让他给云朗治疗？你到底要他什么心？皇帝稍安勿躁，楚王妃不是这种人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对，他亲眼所见，难道还能有假？你当真亲眼所见？皇上在此，欺君可是要掉脑袋。月汐不敢撒谎，确确实实看到是林若晴将宁王妃推下台阶。听到没？赶紧让开！反正宁王妃死定了，李若晴，你就等着给她陪葬吧。本王不能把云朗交到杀人凶手手上。皇叔，侄儿敢用性命担保，若锦绝对不是杀人凶手。皇叔万万不可信他，他们夫妻二人一体，林若锦残害宁皇婶，保不齐就是他授意的。李若晴，你给本王滚出来！皇叔，云朗，皇叔，本王来救你了。皇叔若是进去，皇婶性命难保。一派胡言！依本王看，你们就是想把宁皇婶母子二人活活拖死。宁皇婶的父仇，怀的可是宁皇叔唯一的孩子，宁王一脉，难不成
就要这样葬送在他的手中了吗？我要跟你拼了！皇叔便是杀了我也不会让您进去。云郎母子是本王的命根子，你这样做不仅害了他们性命，连命都不让本王欠。皇兄，你要替臣弟主持公道啊！父皇，四弟如此执意阻拦，定有古怪。老四，朕命令你让开。父皇恕罪，儿臣答应过若锦，绝不让任何人进去。你可知抗旨的后果？任何罪责，儿臣都愿一力承担。好，来人，是，给朕把楚王拖开。是。云郎，云郎！恭喜宁皇叔，喜得灵儿。太好了，本王终于后继有人了啊！好，楚王妃，宁王的孩子能够平安诞生，你功不可没呀！事已至此，咱们也该还楚王妃一个公道了。多谢楚王妃，原来竟是本王误会你了。宁皇叔，您不必客气。连若锦，你居然活生生剖开宁王妃的肚子，取出孩儿你好狠的心啊！云郎，云郎，啊！云郎，云郎，你竟敢这么对待云郎！宁皇婶突然摔倒，所以导致子宫破裂、大出血，只能剖腹产。依我看，就是林若锦怕残害宁皇婶的罪行败露，便用此残暴之法，剖腹取子、杀人灭口，来个死无对证。大家切不可被他蒙蔽。真是无知！剖腹产是女子的一种生产方式而已，并不会要人性命。还在胡说八道！这肚子都剖成这个样，还怎么活？父皇，宁皇婶惨死在林若锦手中，还请父皇治他一个蓄意行凶之罪。云郎，宁皇婶没有死。怎么可能？你似乎不想要宁皇婶活下来。叶寒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当然希望宁皇婶可以平安无事啊。宁皇婶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再休养一段时间，便可以恢复如常了。太好了，云郎，女子生产如遇血崩，十死九生。今日幸好有楚王妃在，才能保得弟妹母子平安。楚王妃的医术，当真是世间罕见，精妙无双啊！哎，皇叔，楚王妃救了本王妻儿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本王的大恩人。皇叔，您快请起。救死扶伤是医者的天职，不必太客气。皇婶，你是怎么摔倒的？是妾身自己身子虚，头晕没站稳，这才闹出这场乱子。你不是说亲眼见到楚王妃把宁王妃推下台阶吗？可能月心一时眼花，没看真切，误会了姐姐。没有真凭实据就敢信口污蔑，其实一句误会就能解释清楚的。要不是楚王妃医术高超，恐怕今日这冤屈是洗刷不掉了。林月溪，你捕风捉影，造谣生事，朕罚你禁足3月，父亲官降3级，再有下次，严惩不贷。是。
今天你不惜抗旨，誓死守门，我对你倒是挺刮目相看的。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再说了，本王只是为了守护宁皇省平安生产而已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也算是帮了我。要不，我请你吃个饭。本王最近事务繁忙，这个得回去安排一下时间，或者你……哎呀，这么麻烦啊？那下次吧。哎，王爷还挂念王妃那顿饭呢？笑话，本王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？一顿饭而已，也值得本王挂念。这个女人也真是，请人吃饭一点诚心都没有。本王也没说不吃啊。就是啊，这王爷肯赏光，其他人肯定受宠若惊，只有王妃率性耿直，不愿意曲意逢迎，更显得与众不同，不像那个林月熙，表面上看上去温柔无害，实则一肚子坏水。她不仅刺伤自己，嫁祸于王妃，今日还污蔑王妃残害宁皇婶。每王妃救人，她就在旁边煽风点火，百般阻挠。当初真是本王看错了人。就是，好在王妃妙手回春，救下了宁王妃，自证了清白。哎，不过王爷，这个剖腹取子还能母子平安，这王妃莫非是一仙下凡？不仅如此，她还作诗百首，首首不凡。才华之高，真是世间罕见。就像这首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取次花丛懒回顾，半缘修道半缘居。真是缠绵悱恻，动人无比。见过沧海巫山，再看其他的地方的云和水，就再也看不上眼了。爱过一个男人，再看其他男人，也再也看不上眼了。属下知道了，王妃凭借这首诗，在跟王爷吐露心迹呢。当真？王妃爱慕王爷，京城皆知。这首诗不是写给你的，还能是写给谁的？此等情诗，私下呈与本王即可。大庭广众之下念出，本王倒不便回应。这女孩子啊，脸皮薄。怎么好意思私下表白呢？哎，王爷，不如您再约王妃一次，主动表明心迹。有道理，本王身为男子，理当主动一些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怎么了？世子胸口特别难受，您赶紧给看看吧。都有些什么症状呀？胸闷气短，心跳加速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胸口蹦出来一样。是哪儿？这儿吗？呼吸疼吗？不好，好像这要蹦出来了。哎，送你的，喜欢吗？谢南渊，我忙着呢，没空在这儿跟你胡闹。我没跟你胡闹，若若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咱俩真不合适。这有啥不合适的？你有美貌，我有钱。你有好医术，我有好多钱。你有数不尽的才华，我有数不完的钱呢。天生绝配。我看你啊，不光有钱，还有病。哎呀，若若，你暂时不接受本世子也没有关系。那看在咱们一起合作过的份上，一起吃个饭不过分吧？不吃不吃，我一堆事儿忙着呢，你给我起开！你今天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走了。
你走不走？我不走。行，我跟你说，就这一回啊，吃完这一次饭之后，你不允许再胡闹了。一言为定。糖葫芦，若若，吃不吃糖葫芦？来一串。撒开，这是本世子给若若买的。本王的王妃想吃糖葫芦，自然该由本王来买。老板，来串。休书都写了，还算哪门子王妃？那也轮不着你来管。哎，我就管了，怎么你们两个松开！你们两个大男人，为了跟糖葫芦在这里斗嘴赌气，无不无聊？老板，我全要了。本世子出双倍，糖葫芦归我。我出10倍，比钱多是吧？本世子就从来没有输过，都给你。两位，别争了，人家姑娘啊早就走了。哎，不是，你这人烦不烦呐？本世子好好的约会，就这么被你给搅和了。本王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骚扰若姐，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。若若，若若，这个谢南渊，对本王的王妃死缠烂打，简直是厚颜无耻。真南王世子不过是仗着钱多，可是这女子在乎的往往不是钱，而是心。只要王爷能让王妃感觉到您的心意，王妃肯定能回到王爷身边。没错。既然王妃喜欢糖葫芦，那本王便为她亲手打磨一串世间独一无二的糖葫芦。这个是糖葫芦？是也不是，这个是我们王爷用暹罗国进贡的鸽血石亲手打造的，鸽血石坚硬无比，我们王爷用了足足8天的时间，用坏了9把锉刀，手啊都磨出了10个血泡才完工的。你说你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做个不能吃的假糖葫芦，闲得慌吗？那你可有从中感受到什么？的确有。我呀，感受到了，你脑子有泡。小姐，奴婢去醉仙楼排了2个时辰的队，还是没有买到小姐最爱吃的红豆糕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没买到那就下次再去买呗，说不定到时候就能买到了。啥？王爷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接下来要做什么？不知道。那咱们怎么做红豆糕啊？本王文韬武略，区一个红豆糕而已，岂能难倒本王？听本王指挥。是。王爷，要不我去醉仙楼排队买吧。买来的和本王亲手做的，心意能一样吗？走。王爷，哎。
坚持住！太医，太医！本王亲手做的，尝尝看。居然味道还不错。本王动动手指便能做成，易如反掌。这么容易？那就有劳王爷再帮我做上20份。小菜一碟。20份，咱们得做到什么时候啊？只要王妃喜欢，别说是20份，就是200份，本王也得做。哎呀，你们来啦！来，到我前面站好，啊！我说好了，今天请你们吃什么？红豆糕是不是？来，我们想，来，不要抢，每个人都有。来，你的。您做的这么辛苦，结果被王妃都给分了。还有谁？好，你的。这给你一个。哎呀，还有呢，再给你一个。真乖。马上要抓到了，快跑！抓我呀！嘿，这边。嘿，啊！来抓我！完了，科举舞弊案，老四已经拿到了不少证据，再这样下去，本王迟早要完蛋。要不，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。不急，明日我先去探探。若他肯手下留情，那是最好。那若是他不肯呢？若他不肯，那就杀。小猪姑娘啊，送你个礼物，在下的一点心意，还请你笑纳。哟，你眼光不错嘛。你说吧，你送我东西干嘛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小猪姑娘能否将王妃的喜好告知一二？还给你，我小猪可不是那等卖主求荣之人。小猪姑娘当然对王妃忠心耿耿，不过王爷与王妃本来就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若咱们能帮助他们重归就好，咱们做下人的也算是功德一件了。那你肯定听好了，我家小姐喜欢她，喜欢，哎呀，我家小姐好像除了每天在医馆坐诊外，就是看书，还真没什么特别的喜好。那在王爷和小姐复合这件事上，我是帮不上什么忙了。哎，别灰心嘛。哦，对了，今晚城南啊有个花灯会，你若是能把王妃引过去，我保证能让他们两个死灰复燃。啊？不对，旧情复燃。真好看。王爷，今晚城南有个花灯会，咱们去逛逛呀。没兴趣。王妃也去。等着，千真万确，花灯会每月一次，热闹非常，是青年男女约会谈情的绝佳场所。王爷若能与王妃同游，想必关系会更进一步。可本王如何向王妃邀约啊？不需要理由，偶遇。偶遇？小姐，你看这花灯会多热闹啊！
比在医馆看书有意思多了吧？我一向不爱热闹。您就当陪陪奴婢嘛。啊，行。你消息准确吗？他当真会来？肯定准确。1个月俸禄换了，不可能不准啊。一会儿啊，咱们应该去。哎，小心点。你看，来了来了。你看，这就过去了。王爷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这里人太多，挡住了你伟岸的身姿。这样，咱们换个地方再来。小朋友手里拿的那个，那一会儿要是碰见卖兔子灯的，我就……哎，这人怎么走路不看路呀？麻烦你让一下。啊，这样他都看不见本王，还怎么偶遇？王爷别急，这次啊，您自己转身，我保证能行。哎呀，真巧！既然遇上，与本王同游如何？好呀，好呀！哇，看不出来，王爷这口味挺重啊。嗨，官人，你不是邀小女子同游吗？咱们走吧。官人，你听我解释，刚刚都是误会。你躲你的烂桃花，拉上我干嘛呀？哎，等，遇到了就是缘分，要不一起逛逛？随便。人家约会你跟去干嘛？瞧一瞧，算一算，不准不要钱。哎，客官，不妨算上一卦，福祸姻缘都能算呐。我要算。这么巧啊，叶寒哥哥，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。麻烦大师帮我们2人算上一卦。您2位乃是才子佳人，十分相配呀。若是能结为夫妻，不失为一桩好姻缘呐。叶寒哥哥，没想到我们的缘分这么深呐。一派胡言，街头神棍的话如何能信？不过，本仙又仔细算了一下，你和这位姑娘乃是月老牵错了红线，虽然有过前缘，但乃是一段孽缘。你和这位姑娘才是真正的神仙眷侣，命中注定啊！我和他还命中注定，那母猪都能上树了。我看你这神算不太靠谱。不，大师，你这一卦算得好。看来啊，刚刚是本王草率了。大师果然功力深厚，佩服。你变脸变得挺快啊！你今天吃错药了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他算的真的挺准的。慢走。又中了！叶寒哥哥太厉害了，能教月溪吗？没空。你想学吗？你想要哪个？我给你套。中了！
这是你们套中的同心结一枚。你套中的这个可以送给本王吗？卓儿为永结同心。反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你喜欢就拿去吧。谢谢老板。若姐，你等等我啊，若姐。叶寒哥哥，叶寒哥哥，是月溪做错了什么吗？你为何对月溪如此冷漠？你做了什么，自己心里还不清楚吗？月溪不懂叶寒哥哥在说什么。你还跟我装傻？当初你故意刺伤自己，诬陷若锦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会有这一天。是姐姐跟你说的对吧？月溪与叶寒哥哥相识多年，叶寒哥哥不相信月溪，却相信一个外人的话。她是本王的楚王妃，要说外人，你才是外人。本王今生今世只会对她一个人好，本王的这颗心也永远只属于她。本王之前就是太信任你了，受你蒙蔽，误会了若锦。本王怎么也没想到，你是如此的工于心计。叶寒哥哥，月溪只是太在乎你，太爱你，所以才会这么做。以爱之名行撒谎作恶之事，这样的爱，本王只觉得恶心。叶寒哥哥，月溪是撒了谎，可月溪对叶寒哥哥的心却无半分虚假。松手！打扰了啊，你们继续。若锦，只要叶寒哥哥肯原谅我，让月溪做什么都可以。够了，林姑娘，本王一娶妻，请你自重。你当真有这般绝情吗？过去是本王识人不明，从今以后，本王与你再无瓜葛。萧夜寒，既然你无情，就别怪我无义。若锦，若锦，你听本王解释，刚刚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王爷，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你们两个怎么样，我一点都不关心。怎会与你无关？其实本王心里早已有。小心！王爷，哎，萧夜寒，萧夜寒，王爷，王爷，萧夜寒，萧夜寒。你听本王说。你先别说话，我先给你治伤。不行，本王已经知道了，当初是林月溪自己刺伤自己，嫁祸于你。所以呢？我已经和他说清楚了。从今以后再无瓜葛。总算还不是蠢的无药可救。无药可救，皇妃，
你说王爷他，王爷，你还这么年轻，膝下连子嗣都没有，怎么就要英年早逝了呢？你再多说一个字，本王保证，英年早逝的那个人就是你。你先出去吧，我要帮他缝合伤口。我还有救。谢天。我出去。省着点啊！好了，谢谢。怎么了？还有别的伤处？没有了。在大夫面前，不能隐瞒伤情。真没有了。懂了，让我看看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这个地方神经很多的，不及时处理很危险的。把手拿开。别的事情都可以答应你，但这件事绝对不行。拿不拿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说不拿就不拿。我再问你一次，拿还是不拿？咱有事好商量，行不行？现在商量，晚了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你给我停下！在大夫眼里只有病患，没有男女。别乱动！你放开我！马上就好了。真的不可以！我可怜的王爷呀！你放心，我都已经检查过了，没有伤及要害，不会影响功能的。你闭嘴！该喝药了。你不必如此介怀，这对于我们大夫而言，只不过是一处器官而已，没有任何区别。可你在本王眼中不是大夫。本王满心满眼，已然全部都是你。你也没发烧啊，说什么胡话？本王是认真的。过去种种都是本王的错，说起，原谅本王好不好？回到本王身边，本王发誓，从今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过去所犯的一切错误，都会好好弥补。咱们两个既然都已经和离了，像现在这样各过各的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以后这些话你也不必再说。皇后娘娘到。见过母后。母后，孩儿伤势如何？没有伤到筋骨，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多亏你了，有你这个王妃是孩儿的福气。母后，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晨曦医馆还有些事情，就先告退了。若锦，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您都知道了。楚王妃搬离王府这么久，本宫能不知道吗？都是儿臣不好，被人蒙蔽，其次伤害了若锦的心。本宫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千金易求，贤妻难得。像楚王妃这样的女子是万万不能错过的。你既已知道错了，就去把她哄回来。可若锦似乎不愿回头，还请母后帮儿臣想想办法。没问题，包在本宫身上。本宫身子突厥不适，这大晚上把你叫过来，你不会怪本宫吧？母后您言重了，晨曦本来就是医者，这都是我分内之事。只不过母后这脉象看起来平稳，
不像是有什么大事儿啊。啊，那就是本宫过于紧张，草木皆兵了。那既然这样，晨曦就先告退了。现在宫门已落锁，今晚你们夫妇二人就留在皇宫过夜吧。可是就这么决定了，叫嬷嬷带他们去休息。王爷、王妃，请吧。哎，江嬷嬷，江嬷嬷，你锁门干什么？皇后娘娘口谕，今天晚上您二位务必给她造个皇孙出来，否则就别想出这个门。什么？母后的办法也太简单粗暴了吧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不关我的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说吧，现在怎么办？母后年纪大了，着急抱孙子也是人之常情。既然已经这样了，不如就遂了他的心愿。遂了他的心愿。好啊。这么直接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你想什么呢？咱们两个做场戏，给母后看。哦，快叫！这种事哪有男人叫的？不叫。你叫不叫？啊啊！大点声！啊啊啊！没想到王爷平时一本正经，背地里这么狂野。看来还得来点更猛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总算是应付过去了。哎，累死我了！老规矩啊，我睡床，你睡地上。地上这么凉，本王的伤还没好，要是感染了风寒怎么办？那行，你睡床，我睡地上。哎，本王怎么可能让你一个女子睡地上呢？其实床这么大，睡两个人绰绰有余嘛。你想得美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脑子里面在想些什么东西啊？本王堂堂王爷，岂能做出那种下作之事？你放100个心，本王保证。都怪本王当时一时负气写下休书，才造成今日局面。王爷别急啊，要是能把休书拿回来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嗯。你在那儿干什么？
没什么。拿出来，给我。你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就是为了到我这儿偷这个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可是咱们两个和离的证据，我可是得好好收着。哎，萧夜寒，你有病吧？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休书了，你和本王和离之事一笔勾销。就算你毁了这休书，也改变不了咱们两个已经和离的事实。是不是本王哪里做的不好？你告诉本王，本王都可以改。过去种种都是本王的错，本王现在才看清了自己的心意，明白了自己真正该珍惜和重视之人。你如果对本王之前行为不满，至少给本王一个解释的机会，让本王重新证明自己。你就别再执着了，我们两个人的姻缘本来就是错误的，早一点结束，对我们两个都好。可就算如此，本王愿意永远错下去。我不愿意，我想要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而你是皇室子孙，注定会三妻四妾。我想要的是行医济世，快意江湖，而你注定会被卷入那些权谋斗争当中，勾心斗角。我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。你对本王难道真的没有半分情谊？没有。城市有画卷，轻描淡抹伤痕的痕迹，爱如落叶雾飘散在时光的边缘。曾经执手，如今各自天涯。尘缘之谈，在夜风中轻轻低吟。岁月如诗，诉说着无尽的思念。留下的痛，是我们爱唯一的纪念。回首间，那段情缘已过往云烟。尘缘之谈，在心底悄然回响。尘缘之谈，随风而起，忘却了红尘喧嚣，却难忘你的容颜。梦中的你我，相隔万水千山。这个是我们王爷用暹罗国进贡的鸽血石亲手打造的，鸽血石坚硬无比，我们王爷用了足足8天的时间，用坏了9把锉刀，手啊都磨出了10个血泡才完工的。岁月如诗，诉说着无尽的思念。留下的痛，是我们爱唯一的纪念。回首间，那段情缘已过往云烟。尘缘之谈，在心底悄然回响。本王满心满眼，依然全部都是你。若若，若若，啊？你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啊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上次托本世子找的商队，本世子费尽9牛2虎之力，找着了。
真的啊？这里啊，就是商队的秘密据点。狼红花、黑猪草、赤蛇豆，果然是这里。本世子亲自出马，还会弄错不成？不过呀，你绝对猜不到这药铺背后的主人是谁。不是萧南阳，就是林月溪。若若果然冰雪聪明，正是他们。太好了，这次有了这些证据，足够可以将他们绳之以法了。我们在江州制造的瘟疫已经全面爆发了。太好了，本王这就进宫，去见萧夜寒前去赈灾。江州一城流出来是我的人，萧夜寒前去赈灾，轻则赈灾失败，大遭弹劾，重则染上瘟疫，有去无回。王爷，江州非去不可吗？有话直说。这次救灾是燕王极力推荐，上次他刺杀未遂，属下只是担心此行会有诈。江州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本王岂能坐视不管？就算前方是龙潭虎穴，本王都必须走一趟。不过，在此之前，本王要先去一个地方。王爷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若锦，她在吗？哦，小姐出门了，要不您进去等。罢了。王爷，属下查过了，这次瘟疫来得凶猛，整个江州至少有30%百姓都染了病，而且瘟疫还在扩散。江州医术是干什么吃的？这么多百姓染疾，你们就放任他们在街上躺着，不管死活吗？哎呦，王爷息怒啊！这波瘟疫病症复杂，传播极快，根本就无法防治啊！这些难民得了病，那只能怪他们运气不好。您冲下官发火，下官也无能为力呀。王爷，这个病在整个江州没人治得了。让我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治病要紧。小朱，银针。全身红疹，高热不退，这是西域的热窝病，传染性极强，需要立刻将这些病患拉到一处集中隔离。我会写好药方，交给江州的大夫们，到隔离点进行诊治。可是，他的意思就是本王的意思，想抗命？不，下官不敢，下官不敢。哎，等一下，立刻将这些死去的患者尸体就地焚烧，还有。将街道每日3次用石灰粉进行消毒。按照这样的样式制作口罩分发下去，无论是否染病都必须佩戴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说的这些，本王立刻去办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自己小心点。你也是。
大夫，为什么我们都被关到这儿啊？我想回家呀。大家听我说，把大家隔离到这儿，是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治疗，所以请你们相信我，大家一定会康复的。那我们只能安心的住在这里了。林大夫，一定要救我们呀！想仔细点啊！王爷，休息休息吧，都好几天没喝药了，让我来吧。不必，那边连若锦都还在辛苦，本王何必休息？继续。外面情况怎么样？城内的瘟疫基本控制住了，隔离房里的病人服用了你的药方，也都在康复。这件事情多亏了你，不过你要注意休息，吃点东西吧。你别误会，本王没别的意思，就是不想你为瘟疫操劳，先把自己累倒了。谢谢。你也照顾好你自己。我看你最近好像都有点累瘦了。不碍事。那本王先走了。其实王爷不是最近累瘦的，自从他和您在宫里分离之后，就一直挂念着王妃，茶也不思，饭也不想，模样一天比一天消瘦。这次瘟疫您能来，王爷其实比谁都开心，只是忍着不说。虽然这段时间他自己忙碌，却还一直挂念着王妃。这碗粥，也是王爷熬了几个时辰没合眼，亲手给您做的。什么？江州的瘟疫已经控制住了？怎么可能？自古瘟疫都是灭城之灾，少则持续数月，多则几年。这次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被控制住了？千真万确，瘟疫刚爆发，楚王妃就下令将病患与正常人隔离开来，还搞出什么戴口罩、石灰消毒，而且听说她还弄出了治病的药方。现在江州城内的病人都已经逐渐康复，还夸楚王妃是神医呢。林若锦怎么又是他？这个奸人到底要坏我多少好事？滚下去！是。现在怎么办？这女人医术极高，有她帮忙，我们辛辛苦苦弄出来的瘟疫，非但弄不死萧夜寒，还要白白给她送功劳不成？殿下别急，救人难，但害人容易。林若锦现在不是给病人开了药方吗？只要我们把他的病人偷偷弄死，再安排人手煽动百姓，让他们以为这一切都是林若锦的罪过，我保证，他这个神医会死无葬身之地。
昨晚都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全死了？会不会是病人的病情又发作了？不可能，我的药方不会有问题。就算是病情发作，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死这么多人。又被人动了手脚。昨天晚上谁来过这里？有资格进隔离房的人不多，一查便知。佛叔，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一夜之间死了这么多人，而且全部都是穷苦老百姓，凶手不可能和他们有私人恩怨，所以只有一种解释，那就是有人不希望看到我们这么快的解决瘟疫，有人想要把事情闹大。大家伙儿，听我说，就是这个妖女，口口声声说要给我们治病，却把大家都给害死了。焚尸隔离，我看他就是要把我们全都害死。听我说，大家安静点，听我说。焚烧尸体，将病人隔离，全部都是为了防控病情。里面的病人原本马上就要恢复了，可今天为奸人所害，所以大家听我说，你们赶快回家去。回家去才能控制病情，要不然我们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。我呸！还被奸人所害！我看明明你就是杀人凶手。对，他就是杀人凶手，打死他！打死他！出去！打！打死你！大家保持冷静，大家保持冷静。本王理解大家的心情，但是请大家先保持冷静。林大夫医术高明，心地善良，这些日子多亏他辛勤忙碌，日夜不休，瘟疫才得以控制。他才是我们江州百姓的恩人，绝非妖女，更不可能是杀人凶手。不是他能是谁？凭什么相信你？凭什么相信你？本王愿意信任担保。此事与林大夫绝无干系，真凶我们正在调查当中，本王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，否则本王任凭各位随意处置。凶手已经抓到了，刘春。王爷，这个刘春已经全部交代了，昨天在隔离房害死病人的就是他。等属下赶过去的时候，这家伙正收拾行李准备逃跑呢。王爷饶命啊！王爷。各位已经看到了，真凶已经抓获，请大家听林大夫的，先回家去。本王一定秉公执法，将此人严惩不贷。大家先回去，先回去好不好？老子的心里子，必须要严惩凶手啊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是本王的王妃，丈夫保护妻子，天经地义。萧月寒，啊，萧月寒，萧月寒。这是你们套中的同心结。你套中的这个可以送给本王吗？反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你喜欢就拿去呗。自从他和您在宫里分离之后，就一直挂念着王妃，茶也不思，饭也不想，模样一天比一天消瘦。这次瘟疫您能来，王爷其实比谁都开心，只是忍着不说。虽然这段时间他自己忙碌，却还一直挂念着王妃。你是本王的王妃，丈夫保护妻子，天经地义。
你醒了？哎，我扶你，慢点。你没事吧？这个你还留着？这是你第一次送给本王的东西，在本王眼里，这是最珍贵的。可是你与我已不是夫妻，你这么做不值得。在我眼里，只要是为了你，付出再多都是千值万值。你怎么这么傻？本王就是太傻，之前才会对你误会，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。如今，给本王一个机会，回到本王身边，重新做本王的楚王妃，好吗？这个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我凭什么信你啊？当然是真的。本王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肺腑，绝无半点虚假。行吧，我暂且信你。不过我可什么都没答应啊，日后还得看你表现。你放心，本王以后一定好好表现。王爷，父亲，我这是江州最有名的烧鸡，本王一大清早特地去排队给你买的。你最近辛苦了，来补补身子。太腻了，不想吃。有道理，本王也不喜欢吃腻的。来，试试这个银耳羹，清甜爽口，一点都不腻。这个太甜了，吃多了会胖的。胖点不怕呀，就算再胖，本王也一样喜欢你。怎么，你是嫌我胖？没有，本王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！这破银耳羹咱不吃了，咱吃点别的。王爷，你这也太舔狗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哦，没有，我是来禀报正事儿的。宜城刘春已经全部招供了，煽动百姓、杀害病人，甚至传播瘟疫，都是林月熙和燕王指使他干的。的确，我在来江州之前也查到了林月熙和萧南阳藏匿狐药的窝点，他们经常与胡人交易，所以能够找到胡人尸体制造瘟疫，的确不是什么难事。混账！为了争权夺位，不顾百姓死活，竟然干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，本王定不会轻易饶了他们。不过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想定他们的罪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能让他们狗急跳墙。不错，得想个法子，将他们彻底一网打尽。有了，引蛇出洞。既然萧南阳和林月熙想争权夺位，我们就必须给他们创造机会。只需要将京城的3大营兵马暂时调离开，让他们以为京城守备空虚，他们必定会忍不住动手。一旦他们动手，那就坐实了他们的罪名，任他们如何都不能再狡辩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刘春被抓，肯定会把本王供出来。这萧远寒还解决了江州瘟疫，等他回了京城，再去父皇母后面前告我一状，我就真的在劫难逃了。不会的，殿下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什么机会？起兵谋反。造反？最近南县战事吃紧，驻扎京城的3大营兵马全去支援前线了。现在京城储备空虚，御林军的将领早已经被我们买通。此时谋反，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
就是死路一条。反了，还有一线生机。这笔账，殿下算不明白吗？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江州瘟疫顺利解决，朕心甚慰。来，作为庆贺，大家干了这杯。谢父皇。皇上，此次江州瘟疫来势凶猛，多亏了韩儿和若锦及时研制药物，平息瘟疫，拯救了无数百姓生命。有这等王爷王妃，实乃我大凤之福，臣妾替皇上贺。儿，你夫妇二人做得很好，临危不乱，有勇有谋，堪为天下表率。多谢父皇。明日早朝，朕就传旨天下，封你为太子，楚王妃为太子妃。多谢父皇。慢着，父皇，儿臣反对。他萧夜寒根本不配当太子。论年纪，儿臣比他年长；论出身，儿臣的生母乃是世家贵女，而他的生母只是一个卑贱的宫女而已。他哪一点比得上儿臣？父皇如此草率地册立太子，不仅儿臣不服，文武百官也不会服气，还请父皇三思。最不配的人是三哥你，堂堂燕王，贪图私利，科举舞弊，动摇国本，甚至为了争权夺位，不惜将胡人带疫病的尸体投入水源之中，制造瘟疫，简直罪恶至极。科举舞弊案的罪证与瘟疫案的供词在此，请父皇母后过目。混账！老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父皇明鉴，一切证据都是他俩伪造的。儿臣一心为国，对父皇和母后更是忠心耿耿，天地可鉴。导致这萧夜寒，他处心积虑谋害儿臣，请父皇将他二人立刻抓下去。就凭你，也配提孝心？之前母后狐药中毒，险些丧命，幕后毒手不就是你吗？你这孝心，可真是比毒蝎还毒啊！你胡说！城西有一间药铺，名义上是在销售药材，实际上是勾结胡人藏匿药材的窝点。而这幕后老板，不正是你萧南阳和林月溪吗？父皇母后若是不信，前人一查便知。科举舞弊，制造瘟疫，毒害皇后，居然都是你！逆子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林若锦啊，林若锦，本王还真是小看了你，居然连城西的药铺都能查到。是本王做的又如何？你们的酒里都已经被本王下了毒，不到1炷香的时间，毒效发作，你们都得死。到时候，别说是太子，就连这皇位，也都是本王的。你是说这酒里的胭脂红吗？一滴就能毒死1头大象，你还真是狠毒啊！不过你也不想想，我既已查到你藏匿药材的窝点，怎么可能让你们这么轻易的得逞？这不可能！三哥，不要再执迷不悟、一错再错了，赶紧向父皇母后磕头认罪吧。哼，认罪？
可笑！本王承认，你们的确有点本事，但你们以为本王的手段就只有这些吗？告诉你们，我收买了御林军，现在整个皇宫都被包围了，守卫京城的3大营去了前线，现在整个京城都在本王的掌控之中，你们一个都别想逃！逆子，你竟敢谋反！谋反？谋反又如何？这个皇位就该是本王的，谁敢拦我，谁便死！谋反又如何？这个皇位就该是本王的，谁敢拦我，谁便死！三哥，你干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，就不怕被世人口诛笔伐，戳脊梁骨吗？我的好弟弟，难道你不知道成王败寇的道理吗？等本王登基后，便是万人之上，一言九鼎。到时候，谁敢讨伐朕，朕便诛他9族。来人，把这里的人都抓起来，谁敢反抗，格杀勿论。来人！来人啊！来人啊！人呢？来人啊！都聋了吗？来人啊！启禀皇上、皇后，家父已经带领兵马回返救驾，所有叛军均已伏诛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以为京城守备空虚，却不知本王与世子，还有镇南王，早就做好联系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的计谋，萧夜寒。好狠的事！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犯下如此滔天大错，竟没有半点悔过之心，朕是万万容不得你了。传朕旨意，燕王无德无能，不配继承皇室，从今日起，削除宗籍，贬为庶人，打入天牢，终身监禁。皇上，以燕王的心智，断然想不出这等恶毒计谋，定是有人从旁协助挑唆。皇上饶命，臣女什么都不知道，臣女什么都没做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所有事情都是按臣一人所为，不关岳熙的事。逆子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三哥，你我都清楚，这所有的阴谋算计并非你一人所做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护着林月熙，任其逍遥法外吗？本王说过，所有事情都是本王一人所为，跟月熙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休想从我这里听到半句关于月熙的供词。燕王殿下还真是痴情，你觉得你这么帮林月熙顶罪，他会记你的好吗？本王跟月熙情深意笃，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。那既然这样，
我们不妨让燕王殿下看一出好戏，让你好好看一看这个白莲花真正的嘴脸。叶寒哥哥，月溪不想死，求求你救救我！哼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。姐姐，月溪知道错了，月溪不应该跟你争风吃醋，也不应该处处针对你。你想怎么反月溪都可以，但是给皇后下毒、谋反，这些事情都是萧南阳一人所为，月溪真的没有做过。叶寒哥哥，莲姐姐，请你们相信月溪好不好？月溪真的没有人可以依靠了。姐姐，若你还是不肯原谅月溪，月溪愿意领罚。你这样做何苦呢？毕竟本王和你有多年的情分，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丧命？叶寒哥哥，月溪就知道你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。你就在此稍后，本王这就去向父皇替你求情。萧夜寒，这个女人作恶多端，你到现在还要帮她，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放肆！本王行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介妇人来智慧了？行，你今天要是敢帮她，那我这个太子妃也不做了，你自己选吧。林若锦，是不是本王平时太纵着你了，才让你如此无法无天？今天，月溪本王帮定了，至于太子妃，你爱当不当。哎，都看到了吧？萧夜寒的心里一直都只有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斗？其实，在你心里，无论是萧夜寒还是萧南阳，都只是一颗可以任你摆布的棋子罢了。没错，男人算什么？萧夜寒的确是个好男人，不过他的生母身份微贱，萧南阳却是贵妃之子，更有机会继承大统。我当然要选他。只可惜萧南阳是个废物，害我白白浪费了这么多心血。没想到萧夜寒在你的帮助下又成了太子。以他对我的感情，只要我稍稍使些手段，最后太子妃之位还是我的。说起来还要谢谢你呢。可你这么做，有想过萧南阳吗？他为了你可是顶下了所有的罪名，现在被贬为庶人，你就一点愧疚之心都没有？那是他自己蠢，他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。他现在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在我眼里连条狗都不如。我多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。阴险毒辣，自私自利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你被揭穿了，会是什么样？揭穿？怎么？你还想报告啊？林若晴，你不会以为你说的话还有人相信吧？不用我说，你都替我说完了。进来吧。三哥，他说的这些你都听见了。殿下，殿下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林月溪，枉本王对你一片情深，甚至不惜为你顶罪，而你却只把本王当作棋子，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本王真是瞎了眼，会看上你这样两面三刀的女人。殿下，你听我说，是他们设计我，是他们。够了，月溪，我现在就去父皇面前，
去发你的恶行！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虽然不知道那家伙到底哪点比我强，但你既然选择了他，我只能祝你幸福。倘若他要是哪天敢欺负你，我就算是起兵造反，我也一定替你出这口气。再见。本王知道他对你还有觊觎之心，但这辈子，本王都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城市有画卷，轻描淡抹伤痕的痕迹，爱如落叶雾飘散在时光的边缘。曾经执手，如今各自天涯。林小姐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没空相亲。在夜风中轻轻低吟，岁月如诗诉说着无尽的思念，留下的痛是我们爱唯一的纪念。回首间，那段情缘已过往云烟，尘缘之叹在心底悄然回响。尘缘之叹随风而起，忘却了红尘喧嚣，却难忘你的容颜。梦中的你我，相隔万水千山，泪光闪烁，映照过往云烟。你好，我是林若锦。很高兴认识你。